你知道吗？社会的每一次大事件，其实都是一次大洗牌。表面上社会在洗牌，其实洗的是人。有的人将因此而下地狱，有的人会因此而上天堂，而决定这些结果的便是能量。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团能量，宇宙间的一切物质都可用能量来计算。一个人能量的强弱，将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那如何才能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呢？众所周知，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，在原子内部，电子不断地围绕原子合作运动，从而发出一束束能量。因此万物皆是能量。如果能从能量的角度看待身边的一切，会把社会看得更加透彻。人的本质其实也是一团能量，科学家称它为能量，道家则称它为气，佛家则称它为元，儒家称它为理，众生称它为力。人肉体只是它的表面，它其实是一个敏感的能量场，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、能量进行交换。人类无论是言行举止、站坐行卧，都是能量的运动与变化。我们运动、思考、睡眠、社交等等都是在散发能量，这让我们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。当然，这种能量场是永远也看不见的，但是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。电磁波、电流、声波等等都是看不见的，却时刻将我们包围。没有电磁波，我们的手机怎么通话？我们的电是哪里来的信号？没有声波，我们怎么交流？没有电，更是没有了一切。因此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对我们的现实影响往往更大。无形的东西往往决定了有形的东西。生命越初级，越追求有形的物质；生命越高级，越追求无形的精神。高维决定低维的，无形决定有形。人的能量场越高，越能感应那些无形的东西。人是最灵敏的能量场，人的能量场是看不见的，但这种力量是巨大的，就像万有引力一样。我们身上散发的气场时刻都在影响我们的人生。有的人长着一副好皮囊，却为什么诸事不顺，而且不受周围人的欢迎？因为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浑浊的能量。而有的人虽然貌不惊人，却事事如意，而且很受大家的欢迎，因为他散发着一种清秀的能量。人就是一团能量，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能量源。人有4大能量源，我们都靠它们补充能量。第一是睡眠，就是在睡觉时接收地球磁场。第二是知己，能懂你、欣赏你的人，他们让你充满自信，从而更能创造价值。第三是高人，找到那些能打开你认知、提升你的格局，让你不断提升的人。第四是经典，就是反复读那些流传了几百年、上千年的书，里面都是凝结的智慧，能带给你能量。人的能量分为3种，初级的能量从食物中获取，高级的能量从智慧中获得，
顶级的能量从高维中获取，真正的高手都善于从高维吸收能量。人类有史以来，凡是给世界带来重大贡献的人，基本上都是灵感获得的成就。人类所很多重大发明，往往都来自某一瞬间的灵感。灵感的本质就是刹那间链接了高维能量。这股能量中国人称为道，儒家称为范，儒家称为仁，佛家称为佛性。这是一种融化万物的能量，能和万物和谐与共，不增不减，也是一种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力。这生命是光，可自照，亦可照人。大脑并非我们的主人，智者让内在意识与大脑合一，获得高维智慧。古人如何接收高维能量？在古代，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非常单一，基本上就是口口相传，或者看书学习。所以古人很容易让自己静下来，然后接受高维能量。而今天，我们早已被各种能量场包围，比如手机的、电视的、广播的，每个科技产品都有自己频率的电磁波，这就相当于在我们周围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能量场。于是我们反而凌乱了，迷茫了。为什么古代人能够发现超越那个时代的智慧？就是因为他们周围没有信息屏障，所以很容易接受到高维度的智慧。很多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就这样被他们发现并捕捉了。如何获取高维能量？先来看一个问题：一滴水怎么样才能永存？当然是把它放进大海里。人也是这样。所谓永生，就是让自己彻底融合进万物运转的时空循环当中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天人合一，意思就是说，大到宇宙天体运行，小到人体五脏六腑，其运行逻辑上都是一样的。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道。对于很多悟道修行的人来说，打坐、苦思、冥想的本质就是调整人体的运作状态，使身体的运作秩序将同外界的宇宙天体一致，你就变成了宇宙天体在世上的一个投影，然后做到了忘我、无我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。比如《黄帝内经》研究的是人体的运作原理，然后利用的却是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原理。实际上，太阳系里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的运转和人体内五脏六腑的协作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再比如古代人所说的人体内的小周天，其实代表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这一系统。人的脊椎有24节，随着身体的循环，每一个骨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感应。而根据对这些微妙变化，古人体会到了一个周期应有的变化节点，于是把中国农历的一年分为了24个节气。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其对应点。通过反观与内视，所有的星系都会在人体之中找到对应的位置，比如五脏之中的28星宿，比如命门之中的银河系。
静心的本质就是不断提高自己与自然的共融能力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再比如佛家的禅修，禅定让自己的大脑和全部身心细胞处于高度安静的状态，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超导体一样，你的心就是整个世界。当你充满着欢喜心、慈悲心、包容心的时候，时空的正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。当你正发善心、善愿的时候，瞬间就会得到无限的能量。人一旦到了这个境界，自然的就能产生到敬天爱人、爱护众生的仁慈。修心比努力重要，这就是很多天才成功的原因。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，他们心念一动，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来帮助他完成大业。世界上很多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商人、明星、天才之所以能成功，往往来自瞬间的灵感。人类的很多重大发明往往都来自灵感。灵感的本质其实是来自于时空的能量。安静是获得这种能量的最好方式，能赐予一个人无限的能量。如今最厉害的那些人，其实是能够随时屏蔽这些磁场干扰的人。他们依然能穿透表象看本质，一眼看到真相，并且还能和这些能量场和谐相处。比如乔布斯就有禅宗的经历，他从小就喜爱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。禅修不仅让他戒掉了大麻，丢掉了刚愎自用的性格，并让他成了天才。他那慧眼独具的战略思考，以及艺术唯美的产品设计，一定来自于每日坐禅带来的正能量。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普通人来说，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意识到，自己体内都蕴含着无限强大的能量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未来社会每个人都要学会修心。修心比努力和拼搏更重要，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。面对各种外界变化，要把无常当有常，让红尘练心，练出一个强大的内心，才是未来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。修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打开我们先天本有的智慧和能力。这种人人都具备的先天性智慧和能力，中国人称为道，瑜伽称为梵，儒家称为仁，佛家称为佛性。无论是孔孟之道、佛陀之道、老庄之道，还是瑜伽之道，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：如何引导我们进入开悟的状态。打开了，我们就悟到了。3. 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孔子在《周易文言传》里说：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民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天且弗为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这就是开悟的状态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在凡夫的世界里，很多都是恒定不变的，但在开悟的人看来，一切都为无常的。他们的一切不可说，不能说，不必说，他们活在所有的说法之外。开悟前是我在活着，开
开悟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，开悟前是当局者迷，开悟后是旁观者清，开悟前是为成功而拼命，开悟后是无事以取天下。开悟的人是真实而圆满里的人。圆满不是没有缺点，圆满是优点与缺点，对与错，善与恶，是与非的统一体。再美丽的女人也有物，再美丽的花也离不开泥土。圆满就是这样，不垢也不净。开悟的人没有牢骚，没有抱怨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念，他的心是平静的，在平静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这就是智慧，也是佛性，也是顺天行道，道法自然，自然而然。开悟的人往往心如止水，无论是在生活安逸顺风顺水的时候，还是在挑战不断困难接连而至的时候，心情都是一样的淡定。开悟的人有一种勇敢，他们不再惧怕失去和困难，因为当他们全心投入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在无形中具备了。开悟的人有一种洒脱，因为他们拥有穿越表象而窥见其本质的能力。直达本质之后，一切表象都如梦幻泡影。四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。一味追求名利的人很难开悟，比如那些整天为了寻求某种特殊能量而去修行或者开悟的人，他们追求永生，想要断轮回，其实都是执念。同样的，那些企图通过开悟去索取权力或者金钱的人，这种庸俗的想法也都是执念。这些人永远也不能真正开悟。金刚经里说，以色拜我，以因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真正的开悟和权力无关，和金钱无关，和科技无关，只取决于自己的内心是否安静有关。开悟的人从不解释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开口解释或者描绘，就着了相。凡是能被说出的真理，已经离开了真相。道德经里说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意思是凡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理，都不是永恒的道理，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道理。金刚经里还说，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往往都是表象，真相是不可知的，而真理亦不可说。所以真正开悟的人从不谈开悟，因此很多人的开悟是一层一层剥洋葱的过程，一瞬间以为自己大彻大悟了，接下来又会遇到新的挑战。开悟的人有一种解脱，从沉迷中解脱，从生死中解脱，从一切纷乱的幻想中解脱，不生不灭。开悟的人有一种慈悲，他们的爱是一种大爱，是对宇宙苍生的爱，他们是一切人如己而救助之。开悟的人有一种能力，是一种融化万物的能力，他们和万物和谐与共，不增不减。开悟的人有一种自律，因为他们懂得自律，
所以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。开悟的人有一种自信，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根。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自信更不需要被证明。开悟就好像玩游戏，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游戏里面的主角，而是玩游戏的那个人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变成了管道。人一旦变成了管道，就可以从高维空间下载东西，高维能量就会流入进来，然后在三维世界里显化出来，变成不可思议的成果和成就。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发明都不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，而是从高维空间下载下来的。达芬奇画画如此，李白写诗如此，王羲之写字如此，特斯拉做科研也是如此。他们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就，都是因为把自己变成了管道，然后链接了高维空间。也可以这样认为，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发明和创新都是高维对三维世界的馈赠。但是只有身心都变成管道的人，才能链接那种高维，并且从中汲取能量。道德经里说，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意思是让我们身体达到极静虚无的状态，就可以看到宇宙运转的大道。庄子里说，事欲深者天机浅。同样的逻辑，事欲浅的人天机就深，静能生慧。越安静的人越能看清世界真相。乔布斯打坐禅定就是为了链接高维能量，到了一定阶段就实现了坐忘。坐忘就是管道的状态，这时的身心都是空无的，能量自然流淌进来，灵感也显现出来了。苹果手机就是这样被发明的。管道的本质就是佛家讲的空性，儒家称它为中庸，道家称它为无我。释迦牟尼发现了这个管道，称它为空性。空性就是心经讲的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就可以实现永恒了。孔子发现了这个管道，称它为中庸。中庸就是不偏不倚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偏见，完全摒弃了那个小我。这是儒家修行的最高境界。老子发现了这个管道，称它为无为。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，而是无我之后的行为，没有个人观点，没有个人情感，完全只按照规律去做事，完全融入大道当中，就会所向披靡。只有把自己变成管道，才能体会那种空无的美妙，才能放在一切执念，全然活在当下，享受内心的流淌。磁悬浮列车的原理就是把轨道的电阻降到接近零，这时列车的速度可以接近飞机。当导体的电阻接近零的时候，就是超导体。导体可以修出空性，获取知识的能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。学习是为了建立更加开放和健康的思维模型，而不是获取知识本身。认知很重要，但每一种认知都是一种障碍。
唯有一个开放的心智模型，才能驾驭更多认知。心智开放到极致，就是一种空性。这时的人就是一个管道。天道里说，我不知道我是我，所以我是我。如果我知道我是我了，我就不是我了。忘记我是谁，忘记学过的方法，忘记目标，全然关注当下。这时我好像消失了，技巧也消失了，一切只有当下了，甚至连当下的心念都没有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当下心不可得。只有当那个自我消失了，真我才能显现。这时的人体就像一个超导体，电阻几乎为零，进入心流状态，高维能量就流淌进来了。不要缅怀过去，也不要担忧未来，全然活在当下。这时的人是流淌的，内在的神性就被激发了，这样才能创造奇迹。这时的人根本不需要创作，只需要尽情流淌，伟大的作品就被挥洒出来了。就仿佛有某个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做事，也叫如有神主。正如毕加索认为他的画不是自己画出来的，而是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在托举着他创作。李小龙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，每学到一样东西，同时也会失去一样东西。你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都应该被遗忘，只有消除了对知识和技能的依赖，才可能成为知识和技能的主人，从而保持最佳的身心状态。虚空流动，让所有的知识和方法都随风而去，让心无知无觉的工作，这样你就无拘无束，空空如也。这时可以超越任何技术。我们都生活在三维世界里，无法挣脱三维世界的束缚，唯有把身心变成管道，才能从三维世界中越狱，从而就会一路开挂，一飞冲天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链接高维。愿世上所有的美好都围绕着你，一切犹如神助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